我是安如。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进入3月了，阳春3月，欧洲呢已经进入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在欧洲种菜的朋友可能都已经会开始蠢蠢欲动了啊。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这个种菜，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是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春天开始尝试种菜的。那这个尝试种菜的原因呢，是因为瑞士那个时候正在经历这个 lockdown， 所以呢，就是说能够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想到呢，在自己家的花园辟出一些地来这个种菜。实现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么2020年是属于我第一次尝试种菜，这个真的是属于小打小闹型的。我们种下了这个番茄呀、黄瓜呀、辣椒呀，还有一些色拉这些绿色蔬菜。那一年我们的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天气很帮忙，所以到了正式夏天的时候呢，收获很多啊，给了我们这个大大的鼓励。然后呢，2021年的春天呢，我就从这个小打小闹这个变成了大打大闹啊。怎么说呢？我除了在自己家的花园开辟了一片小菜地以外呢，我还在我先生办公室那边有一个大花园，我把那个花园也开辟了这个很多片的菜地出来。我记得2021年我这个番茄育苗的时候呢，我就育了好多，然后育出了好多了以后呢，我又自己不舍得这个丢掉，对不对？我觉得哎呀，这些都长得好好的，我不想丢，所以那一年就是去年，我一共后来数了一下，种了40多棵番茄。但是种菜并不是说你这个付出努力就会有收获的，真的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去年的瑞士呢，夏天它连下了这个差不多几个月的雨，天气非常不好，没有太阳，所以到最后这个我那些番茄种在室外的全军覆没，没有能够留下来。所以这个真的，这个农民伯伯是一份辛苦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辛勤耕耘以外，还要看老天的这个脸色。那我在这里呢，今天呢，最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种菜啊，这个有好多朋友有一些误解啊。那在今年，如果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来种菜的话呢，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把一些事情说清楚，然后你听完之后呢，你再决定要不要种菜。好多朋友都会说，哎呀，种菜挺好的，这个你可以这个买菜可以省下很多钱。这绝对是一个大误区啊！你不论是把种菜当成是一份兴趣爱好也好，还是当成的这个打发时间的一项这个活动也好，我觉得任何一样兴趣爱好都没有省钱的，都是花钱的，种菜也不例外。好像看起来你是不用去超市买菜，对不对？这还是在这个天气条件允许你有收获的情况下啊。但是先前的这些花费，那其实还是挺大的。我们就先从这个种植土来说，因为我们也都是种植小白啊，我也是从2020年开始第一次尝试种菜，所以呢，虽然说你家的花园有土，但是你总是想这些土没有肥力，你想去买一些专业的这个专门的种植土来种。那么在欧洲一袋差不多40升的这个专业这个种植土也不是很便宜，也要6、7块钱的瑞郎或者是这个欧元左右一袋40升。那你可能有的时候想想，哎呦，这个40升一大袋的土，我可能要的那个5袋就好了，对不对？或者不论你是种植在这个花园里面，还是种植在你的种植箱里面。完全错误！我觉得种了菜以后啊，你就觉得这个买土的钱那是个无底洞。你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买个10袋好多了吧，400升，那个种植箱一下去，你那个
都看不见，好像就直接就漏完了，这个种植箱永远都填不满。那当你有了土以后呢，你就这个还要花费这个肥料，因为肥料也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支出啊。老农民们都说这个种菜不施肥，全是瞎胡闹，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那我们自己种菜，我先生就不想用这个化学肥料，对不对？就想要有机肥。那有机肥也不便宜哦，那些动物牛啊、羊啊、鸡啊，它们的这些就是，黄金万两啊。经过处理加工以后，在超市里卖的也都差不多要10多块，近20欧元或者是瑞郎那么一袋。好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种植土还有这个肥料以外，那第3笔的支出就是这个种植箱。因为这个在你真的这个种菜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哪怕你是在这个地上直接开垦，你长时间的劳动以后呢，可能是这个年纪上去了，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腰酸背疼，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弯在地里面做工作，所以呢，你就会想要办法把这个地面给抬起来。那这时候的这个种植箱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那么种植箱啊，一般比如说像1.5米啊，1.5米长，1米宽或者80厘米宽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种植箱，在欧洲、瑞士和德国买的话，100多、200瑞郎欧元是很容易就花出去的。所以这个种植箱其实也是不便宜。你如果是为了省钱去种菜，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因为你想想看，你一个种植箱算它200块，再加上里面的土，加上你的一个肥，还有你的这个用水量，你要种出那么250块的这个黄瓜或者是色拉，其实超市里你已经可以买多少了呀，对不对？而且这个种植箱也不是说一辈子的，可能5年、10年以后你可能还是要换的，因为它绝大多数还是木质结构，这个木质在长时间在室外的话还是会腐烂的，对不对？虽然说它经过处理，但是还是会这个坏掉的，所以这个种植箱也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支出。然后呢，还有我刚才说的水费啊，因为如果你种的量比较大的话，你特别在炎夏日，你的这个浇水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个水是哗啦哗啦的啊，这个水费也是一笔支出。所以各种各样的支出算下来，就是说，其实它不是一样省钱的这个兴趣爱好啊，所以这个你要心里先有个底。那第二个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种菜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影响挺大的。为什么？因为种了菜以后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在家里啊，如果在家里发现一只蜘蛛，你小的不得了的蜘蛛，可能就是只有我这个小指头这个指甲那么大。哎呀，我那个时候就然后就会这样，爸爸，你快点来啊！这里有一只蜘蛛。然后我爸爸那个时候就老说我说，我就应该这个到农村去锻炼一下啊，以后就不会这样一惊一乍的。那我现在也经常跟我爸爸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不像是一个上海女孩子了啊，这个我住在瑞士，就是农村吧，一个小乡村里面，这个所以特别是在种了菜以后，这个地上的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啊，这个或者是小青虫、小菜虫的这个多了去了，所以我现在这个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对你的一个很明显的影响，我觉得啊。还有啊，比如说以前看到蜜蜂，在上海看到蜜蜂的时候呀，那绝对是属于惊恐状的，对吧？这个快逃！这个它的那个
一根刺多厉害呀！现在自从种了菜以后啊，其实啊，哎，你会觉得蜜蜂它是一个很好的能帮助你的小能手，因为它可以传播花粉，对不对？虽然说我还是谈不上会喜欢它，但是我可以做到深吸一口气，然后做到相安无事啊，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这个哎，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蚯蚓。哎呦我的妈呀！以前这个不种菜的时候，如果下雨天在地上看到蚯蚓，多恶心啊，对吧？那一条蠕动的小虫。现在你再看到这个，如果下雨天看到地上有蚯蚓，你巴不得快点把一根这个小竹子把它给这个弄起来，然后放到你的种植箱去，因为蚯蚓真的是翻土的大帮手。如果你种菜的地里面没有蚯蚓，我可以跟你说，你这个菜基本上是长不好的，所以它绝对是你的这个好朋友啊！从此以后，我对蚯蚓真的是刮目相看啊！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你会觉得，唉，你家会变成垃圾回收站。在别人眼里都是垃圾的东西，在你眼里都是宝。那我们这个就先从这个厨房厨余开始啊，因为呢，这个自从你种了菜，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厨房的厨余可以变成有机肥。再加上你想想，哎呀，超市里买这个有机肥也挺贵的，对不对？那自己厨房里每天都会产生那么多的厨余垃圾，那你就想，哎，我要把它给收集起来，对不对？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有机肥，而且是非常营养的有机肥。所以啊，你吃完的瓜果蔬菜，反正什么你都不愿意丢，你什么都把它存着啊。那除了做堆肥以外呢，你还会想做这个液体肥。那做液体肥的话呢，我向大家看一下啊，向大家展示一下，大家看到没有？我这里一瓶，哎，好多啊！这个就是我这个做的各种各样的液体肥，这个已经用掉一个，就是香蕉的绝大多数都是香蕉液体肥，因为香蕉它有很多的这个钾元素到最后它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可以帮很大的忙，就是说它果实要长得好、长得快的话、长得大，那一定缺不了钾肥，所以这个就是各种各样我做的这个液体肥，家里就开始这个变成瓶瓶罐罐的现场了啊。那说到有机肥呢，我要非常隆重的向大家介绍这一瓶，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收集这一瓶的时候，受到了我家2个男人的这个严重的鄙视啊，这个俗称为黄金水，对的，你没有听错，这是我小朋友的黄金水。哎呦，我收集这瓶水的时候呀，你没见到我家2个男人那是一脸鄙视相，我小朋友是在我的利诱威逼下才让我这个好不容易收集了这瓶水。那我老公我小朋友啦，不是我老公的，我老公我还看不上。那我老公啊，那个时候就说：“哎呀，你不要搞了吧，对吧？这个太恐怖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哎，我们自己种菜，你不愿意用买来的这些化学肥。那如果不用化学肥的话，其实你不是吃，不是喝自己的，就是喝别人的；不是喝别人的，就是用动物的，对不对？用别人的，用动物的，那我还不如用自己家的。”所以呢，就在我的这个强势坚持下，收集了这一瓶这个黄金水除了自己制作肥以外呢，因为我去年育了好多的苗，真的数不尽的苗。这个育苗的时候呀，你就会觉得这个你的育苗盆怎么都不够怎么都不够用。然后呢，
家里所有的这个能当育苗棚的东西呢，本来觉得是垃圾，现在在你的眼里也会变成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多了去了，我告诉你，多了去了。哎，还有，我就不拿上来了，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个是超市里买的现成的这些育苗盒啊，很多，但是呢你不够用，了以后呢，像比如说这个吧，各种各样的酸奶盒，哎呀，你就觉得哎，这个我可以留下来，明年做这个育苗盒，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下面打上小洞，让这个水可以流出去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大一点的，因为你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这个小的不够用，因为这个它有的苗长得还挺大的，比如说像南瓜的苗呀、冬瓜的苗呀、这个苦瓜的苗呀，这种肯定是不够。如果你育苗稍微早一点的话，又没有到时间直接可以播种到地里面的话，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大一点的这个育苗盒，然后呢，就是大型的这些酸奶的盒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些是这个超市里面装樱桃、番茄的这些盒，所以所有的塑料盒都让你给收集起来了啊！我这个只是一角，这个地上还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有了这些盒以后呢，哎，又看到这些是纯有机的这个种植盒，也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不用脱模的，就这个苗长出来以后呢，是直接可以栽到地里面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挺棒的，对不对？所以就各种各样的。你家就像一个是垃圾回收站，所以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对你的改变啊。还有我自己做的 compost， 就是那个堆肥土，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里，大家，这就是我的这个自制的这个有机肥。其实我是呢，只是冬天自制这个堆肥，夏天我不弄的，因为我还是挺怕虫的。冬天呢，它没有虫，也没有苍蝇，所以冬天就这样。然后这个我就分箱了。接下来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种植有机蔬菜的话，你如果是直接种在地里的那些菜，你就要做好这个无休止的和这个鼻涕虫、蜗牛做抗争的准备，因为它们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那除了跟蜗牛、鼻涕虫要做斗争以外呢，那天上飞的哎呦多了去了，蝴蝶，哎呀，平时看蝴蝶很美，对不对？但是蝴蝶特别喜欢十字花科的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小青菜，这个花菜，这个西兰花，这些所有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菜。萝卜，那十字花科的菜叶呀，这些蝴蝶就特别喜欢，它会来产卵，它产卵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它是一片的。然后你如果把这个叶子反过来看呢，就是它一般都产在它的叶子的背面，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多它的虫卵。所以如果你不把它弄掉的话，它就会变成小青虫，然后呢，你的整片菜叶就会被它啃的谈不上金金光吧，那肯定也是损失惨重的。说到这些虫啊、蝴蝶产卵以外呢，等你好不容易从一颗种子把它那个养到开花结果了，对不对？你知道果实成熟的时候呢，各类的鸟儿也知道你的果实成熟了，所以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过来吃。那你说你的这个水果或者是番茄上面被鸟啄了一口，有一个洞以外，那你说你这个水果你是在吃还是不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鸟还有小松鼠，它们也可爱吃水果了啊，所以这个防不胜防。所以这个跟各种小动物们打交道，这个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还有，如果是女同胞们啊，女同胞们要特别注意了，天热种菜
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要不然你绝对会被晒出大黑斑。为什么这么说？我真的是自己深有体会。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就下地浇个水，或者是看一下，不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真的下地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苗歪了，那边好像要枯枝烂叶，要稍微弄掉一下。种菜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这个事情啊。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啊，你本来是想我很快一下我就不要涂个防晒霜，我也不要一个这个遮阳帽了，我很快就回来了。但是等你真的一做下去的时候，种菜的朋友都知道，可能1-2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等你这个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啊，你个大太阳下已经晒了2个小时了，那个时候你就又后悔又懊恼啊。但是呢，下一次呢，你又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心里一定要有底啊。我真的奉劝各位种菜的女同胞们，包括男同胞一样，因为这个其实是对皮肤不好的啊。天热种菜，防晒霜、遮阳帽一定都要准备好了。这个是必备物品。那么现在说了那么多这个种菜大家要注意的地方，那么种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热爱种菜呢？这个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我也已经上了船了，就是上了这条种菜的船了。因为当你真的接触它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它。它带给你的那种喜悦、那种满足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首先啊，你会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它是从那么一颗小种子发芽出土、长绿叶，到最后长大、开花结果，到最后再变成种子，这样的无限循环，你会觉得这真的大自然非常神奇。然后你会觉得什么是大地母亲？因为真的是它就地上的那个土，是养育一切的基础。然后呢，你又知道农民伯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小学课文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实你才知道，这个要从一粒种子变成你菜桌上的这个一顿美食，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要有多少的这个汗水下去啊！然后你又会体会到什么叫落叶归根，哎呀，什么叫落叶并非无情，它会来年化成春泥啊，再孕育保护它的下一代。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个大自然。当你看到已开花结果有收获的时候，那一种幸福感，那一种满足感，那一种收获时的喜悦，那真的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所以种菜呢，是一项体力活动。你的这个身体可能会挺累的，但是你的精神是会无比满足的。所以各位朋友，大家听了我今天的介绍以后呢，你准备好种菜了吗？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呢，那我接下来的几期还会跟大家陆续更新，你记得到时收看哦。再见。